大家好，我是技术人员 Ron。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管你是接案人还是把工作外包出去的人，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合作上的雷点，特别是游戏产业，外包几乎是常态，也催生出很多外包的产业。但产业大了之后，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雷的合作对象，特别是数位时代，可能隔着通讯软体，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就更有可能遇到一些雷。那么今天这支影片，我就以我同时作为甲方跟乙方的经验，来分享一下如何排雷，把可预期的损失降到最低。没错哦，这边划重点，只能降低遇到的风险，没办法根除。那这个原因我们后面会说明。首先，其实甲乙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所在意的点跟担心的点都是一体两面的。甲方只在乎我付了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符合品质的东西，而乙方只在乎我交出去的这个东西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可以拿到约定的报酬。就这样子，很简单嘛，这就是外包的本质。但是呢，往往就是有一些人没有理解外包的本质，所以就衍生出很多后续的问题，就是俗称的雷包。那我就依据可以挽回的时间轴，分为3个排雷的时机点。第一个，前期筛选，在决定要接什么案子或是把案子包给谁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作品集有没有成立公司、案子的来源、在业界的名声、访谈需求时的感觉，或是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的经验。这边总和评估起来的就是所谓的风险值。这个风险判断就是判断对方的履约能力。举例来讲，甲方可能拿个3A 游戏当范例说要做的跟这个一样，但一问细节或是预算，就说交给专业的，或是说预算不是问题啊。又或者说，乙方提供作品资料的雅思，发现上面的名字跟他接案报的名字不一样，然后仔细一查，发现他提供的不是他的作品集，等等的，很多违和感的小细节都可以判断。但评估风险这个，基本上还是很看经验，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即便像我，或是我认识的一些游戏团队，大家工作了几十年，但我们外包或是结案的时候，还是经常踩雷。举一个真实案例来说，我请朋友推荐一个游戏翻译，那朋友就推荐一个他有合作过的游戏翻译，对方说他有经验，也翻译过一些游戏作品，给他看过文字稿的 Excel， 也信誓旦旦说这个我2-3天就可以搞定了。这样子综合听起来好像很稳，对吧？结果嘞，原定1个月的交期，硬生生拖到3个月以上，然后还没有翻完，而且一看就是用 Google 翻译的。问他原因，借口也是一堆，说什么他不会用 Excel 啊，确诊啊，最近很忙什么的。然后去问推荐的朋友，他也说他跟他之前合作都很正常啊，等等的。总之，最后就是我另外花钱再找人重弄。所以说看吧，即便评估起来风险值很低，但依然还是会踩雷。那可能就会有人说，难道没有什么公开的黑名单之类的吗？这样可以避免踩雷啊？我只能说，年轻人，劝你别太年轻啊。其实这在很多委托社团或是网站里面都有这样的设计，但是呢，这些通常具备匿名性，他可能今天结案叫 J， 明天叫 Mac， 后天可以叫其他名字，或者直接干脆拿别人名字来挂名，根本防不胜防。所以这个黑名单根本无法建立，特别是一些个人结案者，他们不像公司，不需要注册，也没有开立公司的成本，基本上想换名字就换名字。那难道真的没办法防了吗？有的兄弟，有的。这就要讲到第2个重点，签合约。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签合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也可以知道要怎么处理，甚至在一定层面上可以直接嚇阻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我就曾经遇过一个案例是，前面谈得好好的，结果一说到要签约，他就直接说他不做了，那一看就是心绪有问题嘛。至于合约该怎么处理呢？现在在网络上跟 AI 都可以弄到基本的框架，包含合约内必须要有常见的项目，大家都应该知道，这边就不赘述。那我资讯栏这边也会放一些公开的合约框架给大家参考，我这边就只讲几点大家很常忽略的重点。第一个，委托规格跟验收条件，这部分必须详细写清楚怎样算完成，用什么样的条件验收，避免对方无限上纲。因为我就遇过一个案例，一开始签约的时候拿7万块说要做一个简单的 demo 多人游戏，说是要提案用的。结果嘞，验收的时候跟我说，这个游戏要可以承受100个人同时在线，然后同时还要支援 Mac 的作业系统，这就是条件没讲清楚，然后对方拿这个条件来硬凹，而且还没有说要加钱。接着第2个，智慧财产权的归属，这个也要写清楚，避免你使用了这个图或是 IP 之后大赚特赚，结果原作者眼红，觉得自己拿少了，反而提出诉讼。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543的案例。第3个，违约条件跟赔付责任。这要明定怎样算违约，比如说迟交、失联、没有付款等等的，都要写清楚，并且要写上赔付条件，比如预期交付每日按总价1%计算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总金额等等的。这样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依照合约的规范来处理。第4个，
合约终止跟第一审法院呈上点，如果上诉迟交演变成干脆不交、失联或跑路的状况时，那就会走到终止合约跟上法院审理。那合约里面就要明定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提出合约终止，以及第一审法院要在哪里。那以上这几点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掉违约后的处理风险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金额比较小、制作内容比较少的案子，这种通常都会觉得签合约很麻烦，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口头约定，没有签约。那该怎么办呢？通常双方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先收定金，或是全部完成之后再给钱，就看甲乙双方觉得谁的风险值比较高。不过最安全的方法还是签订合约啦。接着第3点，专案执行过程中要设定检查点或追踪进度。一般来讲，在第2点的时候就要一并把这些检查点安排进去，特别是超过1个月以上的案子，最好设定阶段性的检查点跟款项分期，尽量将损失降低。对，这边要注意，过了第2点，合约签订之后，基本上就只能往降低损失的方向走了。因为讲真的，这个阶段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意外。像我自己遇到过很多很好笑的案例，最常见的就是迟交很久，然后去追问的时候就会说，我头痛、生病、出车祸、确诊、家人住院、宠物住院、家里有人往生等等的理由。到这边，通常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相信啊，只要东西能交出来就好。但是我自己都很好奇，我是不是命带扫把星，只要委托就会有人出事。但更烂一点的还会说，这个超出原本的预期啊，或者他做到一半他说他不会做啊，或是上诉随便找个理由说要取消委托什么的，这我也遇过。反正就照合约约定的处理，该退钱退钱，该赔钱赔钱。那最烂的状况就是有些人会要求先拿定金，但是拿完定金之后人就会消失，特别在这种小额委托案例里面很常见，因为他们知道你要告他或者抓他很麻烦，不符合成本，所以很多都会这样做，这就是俗称的结案蟑螂。好了，那为什么说只能把损失缩小呢？有些钱不是有追回来吗？这就是很多乙方不会想到的点。委托等待的时间也是时间成本，因为正常来讲，公司是不会重复发委托的。所以当遇到这种做到一半跑掉的状况时，除了要花时间处理人以外，还要花时间另外重新找人，然后之前等待的时间也是损失，这些都是成本，绝对不会是乙方一句道歉或是退还定金就可以了结的。如果甲方愿意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的话，就表示你大概不会再接到这个甲方的案子了。举一个我遇过的案例，我20号要举办一个活动，跟厂商订了100个货品，这些货品是当天活动客人要顺便拿走的，总价大概3-4万左右，而且我们提到大概1个月前就先订了，中间也反复确认能不能在活动前2周到，厂商也都说可以，结果最后在活动前1周才到，而且品质有问题，完全不能用。结果去问厂商，厂商一开始还不承认，然后我们另外花时间做了很多对照图证明瑕疵之后，厂商也只是轻飘飘的说一句，不然你退货退款吧。靠北哦，那我活动怎么办？我如果重新制作，并且活动结束后要将货品补寄给客人，中间多出来的加急制作、补寄的费用谁来出？难道就是我这边活该要出吗？这些就是乙方没有想太多的部分。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外包接案的综合心得。总结来讲，外包合作其实没有什么100%安全的方法，只能尽量把风险降低。毕竟我也遇过那种之前合作过好几次，配合都还不错，然后后来某次合作莫名其妙就直接炸开的，你说这种要怎么避开？然后我自身其实还遇过很多很靠北很好笑的案例，但碍于篇幅跟内容，就不方便在公开影片说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在底下留言敲碗，我会做成会员影片来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